大家好，欢迎收看《震惊最前线》无马看中国，我是主持人张宏林。再次感谢大家收看我们的节目啊！今天是大年初五哦，这个传统习俗是迎财神哦，然后今天也是除晦气、赶穷鬼哦。很多时候，很多商家哦，当然有的会选今天作为这个开市的日子哦，所以也祝福大家新年恭喜发财！希望大家在今年虎年一切都顺心平安哦。那我们在之前呢，我们有一系列在探讨中国现代史的部分，当然引起大家许多的一些关注哦，因为毕竟特别是必须要翻墙的，过去受到这个中共教育的人来讲，会很压抑说，这怎么跟我当初读的相关的一些资讯跟资料不一样？哪怕是现在他上网，抱歉，这个中国管制之下的网络的这些资讯哦，也是被控制的，除非你翻墙。但总是大家又觉得真真假假，也怕这个震惊最前线会不会也做一些资讯错误的误导。当然我觉得在西方社会，我们尤其台湾这种很方便的可以做网络资讯资料的找查，有各自资料的这些史实的资料来做汇整，我想我们是经得起这些考验的哦。所以我们今天很开心邀请到透视中国的高级研究员，也是台大政治系的荣誉教授闵居正老师来到节目。那也是请老师也跟大家拜个年一下。好的，主持人洪林老师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新的一年呢，希望大家这个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啊。然后虎年呢，我想大家最希望的就是这个了。是啊，谢谢老师哦。我们的节目当然做了这一个中国现代史的一个专辑，当然引起大家许多的一些高度的关注哦。我们刚刚提到的中日的这个所谓的当时的一个战争的过程当中国民党当然是很主要最重要的这些投入者哦。那打了22场会战，在我们上次的节目当中，老师也有介绍哦。那当然介绍之后，其实很多的观众会很讶异，会觉得说，中共不是现在号称是这个中国历史上最鼎盛辉煌的时期，其实你就好好讲你现在在习近平主政底下的了不起的事情就好了。干嘛你去找以前的话语权，还要说其实要去沾一下边说这个对日抗战我也有功劳？当然也搞不清楚为什么中共急于要把这个部分变成揽于他的身上，说这其实是他所奠下的基础。老师为什么呢？简单说心虚吧。因为当初得到这个政权的过程呢，非常不正，而且非常不正义哈，这个真的是经不起历史考验，所以他想一战抹黑历史、扭曲历史呢，来肯定自己的这个价值跟这个精神。回头去看，就是为什么我们讲说，当初中共一直宣传说，抗日战争呢，他们是这个中流砥柱，我们是跟大家讲说，他们不是，他们是窃国窃权者。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当时中日战争呢，大家可以看到，日本侵略中国呢，我们说短一点是8年，说长一点是14、15年，就这两种说法都有。那两种说法其实都有它成立的地方。我们讲说抗战8年，是因为我们那时候正式开始提出说我们有天赋自卫权，就是1937年，然后8月14号我们正式提出来，虽然我们讲是7.7抗战，实际上是8月中呢才提出来的。那么这是比较短的说法，比较长的说法就要回到1931年，就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时候，当时呢其实已经开始双方已经开始对抗了，只是我们没有宣战，所以看你怎么说都可以。中共之所以说14年或15年，因为他想把东北抗战功劳揽过来，其实不是的。东北很多这些所谓地下军呢，或者这个抗日军队呢，其实跟国军的关系比较密切，或者是地方团练，跟中共没什么关系。跟中共有关系的少之又少，而且有些人是后来才变成中共的党员或者外围人士。那中共想把这功劳揽过来，所以就故意讲是14、15年，两种说法都成立。但是以正史来说呢，我们说是8年。好，现在讲回这真正抗战的这个中流砥柱的主要力量，中共到后来都不得不承认说，8年抗战当中，国军呢打的是正面战场。好，那正面战场意思就是还有非正面战场。什么叫非正面战场呢？就敌后，就游击队的战场。中共自己晓得说正面战场他说不出来，因为我们上讲了22场会战，22场会战呢，我再说一次，我们是对照过中日双方的战史，中日双方战史记得很清楚。当时呢，中华民国军队是哪些将领主战？然后这日方是哪些将领主战？
然后双方哪些军队呢参加，然后怎么布阵什么等等。我们双方记录可以到什么时候？可以到每一天。可以到每一天，就8年当中的每一天。1939年8月2号，我的军队在哪？你军队在哪？我们怎么打？最后呢，我们怎么退？你们怎么进？我们可以到每一天。日军的记载呢，可以记得到死的每一个人，到这种地步。那中华民国方面当然没办法，因为我们死得太惨烈了，而且很多时候是。我们的统计技术没那么进步，当时我们的兵员其实很多呢，这个记录也并不完整，所以投上去整个就打掉了，所以根本无名无姓的。那么中共这样做，简单说呢，抢夺话语权，也就是他明明晓得我刚刚讲到出身不正，他现在要把这正统夺过来，而且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内战当中我们打输了。我们现在变得没有什么太大的话语权，所以中共现在呢扭曲这个历史之后呢，他想要抢夺民族主义大旗，巩固自己的政权，加强自己合法性，所以在做这件事情。我想中共当然也谈到他们在敌后的部分哦，就是当然也做了许多的努力哦。当有人说好了，我们拿勉强哦，这个把它都算，他到底有打了哪几场战役哦？这部分是不是老师也可以谈？就是说，那好了，我们真的持平的，既然我们在谈还原历史嘛，那我们还原一下，到底他们真的打了哪些战争？好，我们这样子吧，到底打哪些战争呢？我们可以有2个版本，一个版本是中国官方版本，一个呢是民间版本，或者说历史学家考证出来的版本。我先说民间的部分，中共官方部分。中国官方的出份东西叫做《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史》，就完整的历史。他讲说呢。八路军、新四军跟华南游击队，华南呢没有东北啊，华南游击队在这几年当中，一共作战125165次，125165次。我再提醒大家，中华民国正史我们上次讲过，中日双方8年呢会战22次，然后这个比较大规模的战斗或战争的战斗呢1117次。小规模战斗呢38000多次，所以加起来4万次。4万次当中，中共自己吹嘘说，我打了125165次，好厉害哦，好厉害啊，很惊人。是。然后呢，在战果是多少呢？打这个击毙跟击伤日军52万多人，伪军也就是这个汉奸部队，49万多人。俘虏日军6000多人，俘虏伪军51万人，日军投诚700多人，伪军反正18万人。我得解释一下这个数字，这数字大小我们等一下慢慢说。我先说这个所谓伪军的部分，伪军部分有些的确是他打死的，但多少人我们等一下再讲啊。第二，所谓说消灭伪军呢，很大程度呢是地方上的团练跟民团。也就是中共用枪打进去之后，然后用武力打进去之后呢，杀掉一些不愿意就服从他的，然后把一些人吃进来。他把这个叫做俘虏的或者反正过来的，所以这东西是有很大的水分。简单说就是这是中共官方的说法。我再说一次，击毙跟击伤日军52万多，伪军49万多，俘虏多少人，然后多少人等等哈，这是中国官方说法。好。但是呢，我们刚刚讲，我说日方的战史呢是到每一天，甚至可以到每一个人，就日方的统计比较精确，日方的这个编制也比较清楚。我们后面有机会可以再讲到。日本的军队呢，日本向来对这些小东西也非常清楚，然后捏的这个非常准确，所以他们对于班兵啊，是对谁啊，什么人事什么名字，然后那天出操出到什么地方，打仗打到什么地步，然后怎么死的，他们都有很完整的记载，所以它可以到每一个人头。按照日方的说法哈，我现在分年来说，1937年呢，大概中共的军队跟日方军队呢，一共接触过3次，3次。第一次就平行关啊，1937年，然后八路军说他歼灭日军1000多人，这是传统的说法。日本的战报，日军战报说那场战争当中对八路军的部分，日军伤亡167人，死亡167人，受伤94人，
谁说的呢？一位教授叫尔岛香说的。尔岛香写本书叫《日中战争》，日本文艺春秋社，然后1984年出版。尔岛香呢是东京一个大学的教授，是这个他本来是法律学家，但是后来对中日战争呢特别感兴趣，所以花功夫研究这一块。他给的数字是167人，大概是中共官方说法的1/6到1/10的第一场接触。第二场接触呢是1937年的广阳伏击战，八路军说我歼灭日军1000多人，到底1000多少没有讲。日军的战报讲得很清楚，伤亡63人，然后作者是另外一个人叫旧井胜，书名叫做《中日战争》，63人。然后中共说1000多人。第三场叫晋察冀战区的反八路围攻，八路军说这场战争呢，我歼灭日军加伪军2000多人。日军战报说我日军伤亡17人，亡17人，伤52人，伪军呢伤亡69人。所以按照日本的说法呢，日军死亡247人，伤146人，皇协军就是伪军呢伤亡69人。中共的战报我们帮他加一下看看，4-5千人，光打死日军4-5千人。日本现在有数字可以到名字的247人，这是第一个啊。1937年，1938年呢打的比较多，双方接触多少次呢？8次。然后我就不细数了。中共吹嘘说这8场战斗下来呢，我一共打死了，伤我就不说了，打死了20200人左右的日本军，其他我都不算了。日本的这个统计很清楚，我死亡113人，受伤328人，皇协军的伤亡513人。所以光说死亡数字，中共方面吹嘘是2万人出头，日本讲得很清楚，113人有名有姓，所以扩大多少倍？20倍。这是1938年。再来讲1939年，1939年战斗少一点点，一共呢6次。中共说歼灭敌军多少人呢？13万多人，对不起，13000多人。日军死亡呢？日军的战报讲得很清楚，死亡94人，伤379人，然后伪军呢344人。我们用死亡数字来算，日军的自己讲我死亡不到100人，中共吹嘘是13000人，所以扩大13倍。这是1939年，大家看1940年，1940年打得比较多一点双方就共军跟日军呢一共战斗21次。大家听清楚，我讲都是战斗也都是小规模战斗。那么，中共吹嘘说，在这1年当中，我们战斗20多次，我歼灭了4万多，将近5万的日军。然后日军很清楚，给了名字出来，100多人，受伤多少呢？500多人，皇协军、伪军呢伤亡800多人。中共说是4-5万人。日军讲说100人，所以增加多少倍？500倍。好了，那有人就不太服气了，有人最后就把日本方面给的数字呢，当然名字你其实可以查得到的，但是你要去查日本资料可以查得到的，就把日本方面给的数字全部加起来，日本战史记载有名有姓的被中共打死的日本军队一共多少人呢？851人。这是个很明确的数字。那有些从大陆出来的人不太服气，那有人相信，有人不太相信。好，我们等会儿可以再提到这件事情。日本最后在这个中国战区里面呢，统兵大将叫冈村宁次。冈村宁次大将呢，在战后呢，自己就又接受访问嘛，因为他回想这场战争，他也做很详细记录。日本人有个好习惯他真的做很详细记录。一方面就是他会去忏悔这场战争，二方面就是他把人记下来之后呢，希望后来人呢能够参照，也就是他们是很有历史感的。他自己讲说，我们这个日军呢在中国作战呢这么长时间，这8年时间呢，我一共死45万人，全部死45万人。我真正死在游击队手上呢，大概不到5万人，大概4万多。然后41万呢是正规战场打死的，
中共没有打过正规战争，所以这41万呢，刚才您讲得很清楚，基本上呢是被这个国军打死的。所以那4万多人，就算全部是被共军游击队打死的，也才4万人。香港有人不服气，就把那数字拿来再重算一次。他们算来算去说，851人可能少了一点点，我把它撑到死。共军杀的日军呢，最多是2万人左右，最多2万人。所以就算是2万人的话，45万2万呢，你打多少？5%。5%。所以我就光说这4年哈，因为这个有原因的，我们等会来说。所以光这4年下来，大家可以看到说，中共到底在他这个所谓战报当中呢，加了多大的水分，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哇，如果照老师所说的哦，这些小型的战役都已经灌水成这样子，那过往他们号称这个平型关大捷跟百团大战，要不就是原来就真的是大捷，所以刚刚谈到数字很少是正确的，后来其实立了大战功，还是这也是大灌水呢？当然是大灌水了。平型关大捷，他们吹了半天，说来说去呢，就是山西太原会战的一部分。我们在上次讲22场会战当中，前面几场我们就谈到山西太原会战。当时中方主打的是阎锡山嘛，然后这个林彪部队有出动，林彪是在附近的偏镇的地方，然后号称出动了1000人，打了人家一个后勤单位，打了卫生后勤单位。然后说是打了100多人，然后最后呢，战报讲到1000多人。当然后来这个，其实周恩来最早出来做那个战功报告呢，他讲1万多人，各界质疑，各界说根本日本军后来很大部分都撤走了，番号什么我们都晓得，你怎么会1万多人？周恩来说，我立刻回去再查完再回来讲。所以数字不断往下降，最后降的是1000多人。我再讲一次。中共的战报讲说，平型关大捷，我们歼灭日军1000多人，俘虏了什么东西，然后又夺走了多少的辎重啊、资产啊、武器啊等等。日军的战报我再说一次，日本讲得很清楚，日本的阵亡是167人，受伤是94人，然后中国官方说1000多人，6到10倍吧，这是第一个平型关大捷。第二，所谓百团大战，就1940年8月到1941年的1月份就断断续续打的。中共方面指挥官呢是彭德怀，然后说打了对方的交通线，然后把这交通线抢回来什么等等。好，八路军的战报说，在这场战争当中呢，我们打得很了不起，我们击毙击伤日军呢2万多人，然后击毙击伤伪军呢，就是这皇协军呢5000多人。俘虏日军280多人，俘虏伪军18000多人，很惊人数字吧，对不对？这个应该当得上会战了吧？可是日军的战史上没看到这个，日军战场看到一场小的这个战斗，但是没有看到所谓会战。日军的战史在《华北治安战》这本书里面讲得很清楚。日本方面阵亡的302人，受伤1719人，皇协军伤亡失踪1200人，1202人，他们到个位数，所以加起来呢，日军在这里伤跟亡呢2000人出头，2021人，2021人，中共方面讲说击毙击伤2万多人，扩大10倍。皇协军呢，伤亡失踪1000多人，中共讲说击毙击伤5000多人，然后俘虏多少1万多人，所以加起来23000人，扩大了20倍。这是你所谓的2场大战。我觉得哈，看起来就让我想起，其实几年前中国也拍了一部《四行仓库》里面，当然我就很好奇，中国拍四行仓库，这不是就是要谈，就是我小时候念书这个英勇的国军哦，这个国民党军这个在镇守啊，这多可歌可泣。中国拍他要歌颂这个中华民国国军吗？果然在这过程当中，当然他也不能太篡改史实，不过中间你看，明显他就真的就塞了一些，就是我们这个伟大的共产党军在里面扮演这么重要的角色，也还好，如果不是他们没有扮演这关键角色，就不能如何。所以老师是不是这个听起来这几场战役，其实都是在这种稍微我们认为就是扭曲谎言的过程当中所形成的？对啊，我们前面说过了，
我们说中日两国呢，战史一对比的结果很清楚，就是几年几月几号，我谁带了多少军队，在什么地方跟你什么军队打了场什么战争，我们都有记录了嘛。所以这双方的会战22场记录很清楚，双方的1117次战斗也很清楚，双方的3万多次小战斗也很清楚，一共4万多次。而中国说他打了12万次多，这第一已经觉得很奇怪。第二呢，我过去讲我说，我们到最后呢，就战死多少将军，我们是有数的。就将军呢，其实因为总共的这个官兵的伤亡呢，在320万左右。我们光是将军206人，206人，集团军跟司令的3位。然后副司令等等10几20位，然后再往下那些这个军长师长呢，又是几十位上百位。那最后呢是有些少将还不是师长了，少将可能只是旅团长，那这样也有100-200位，所以呢加起来200多位。大家如果不相信的话，到台湾的圆山的忠烈祠你去看看，每一位都在里面，清清楚楚。所以我刚刚前面讲，你说是不是谎言？中共拿得出来叫做打掉的将军呢，2个，2个，一个叫左权，一个叫彭雪枫，那一个是生病死的，一个是摔马摔死的，所以你说阵亡勉强吧。这第一个。第二呢，我们到底牺牲多少人呢？也有记载。当然我们没有办法像日军上到每一个人的姓名，他们不但到姓名了，他到什么？他到籍贯跟住址了。日本的记载到这种地步，我们看了真的吓一跳。他会讲说什么什么县、什么什么区啊、什么什么町、什么什么等等、什么墓最后到那个真的到了我们所谓到邻里啊，到了内部。所以我刚刚前面讲，我说为什么我讲日军跟这个共军作战，我只讲4年了，我讲37、38、39、40呢，41年之后基本上你看见基本没有打，除了后来中共扩张地盘，然后日军已经败下一城的时候，他跑去吃地盘的时候，那有打过。但基本上前面后面没怎么打了。1941年之后，日本跟这个共军基本上不打日军了，这第一点。那为什么呢？因为共军跟日军呢建立了直接的沟通，简单说开始勾结了。毛泽东讲得很清楚，他们最后在冈村宁次那个总部里面，他设有联络人，摆在那边人。这事情后来他们也承认过，大家去查他可以查到。那甚至说双方交换情报。交换情报结果就是共军加日军联手打国军，这个等于我们就要讲，等会儿我再回头来讲这个事情。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是当时这个我们讲说整个中日战争，其实背后呢，整个设计这件事情是史达林嘛。史达林就是怕说日本打他，所以在大战略上呢，他希望把中国推到前面去，让中日打起来。中日打起来之后呢，他就可以躲到后面呢，可以一方面操纵局势，二方面就不必跟日本直接打仗，所以史达林比较厉害。那么也就是史达林在看这个战局的时候呢，他又担心说事情会失控，所以他就派了顾问呢到中国来，特别派了人呢到延安去。那延安这种叫这个 Vladimilov， 写了一本那个回忆录啊，叫做《延安日记》台湾有出版的。当年是国防部史政编译局出的，是深的蓝灰色书皮的，大家偶尔在市面上可以看到。延安日记写得非常详细，而且这 Vladimilov 呢，他懂中文，直接可以用华语来讲。大家可能不晓得，大家说外国人怎么会讲中文？传统来说外国人会讲中文有2批，一批是传教士。传教士到各地方去传教的时候，他必须要讲当地语言拉近双方关系，这样比较好传教。所以大家注意看明朝末年的时候，很多天主教、基督教传教士已经慢慢来到中国了，跟什么徐光启当年士大夫都有点交流，很多讲的是中文。然后他们有了后来呢，留到康熙时代呢，跟康熙交谈的时候讲中文。康熙非常聪明，我们顺便多讲一句，康熙非常聪明。康熙懂20几种语言，非常厉害，而且天文、数学、物理、化学他都懂，那是非常罕见的人物，大家都不太注意这件事情，不过的确如此。好，我们就讲回这个 Vladimilov 在写这本这个延安日记的时候他巨细靡遗地观察了很多东西，有2件事情比较特别值得注意。第一件事情就是中共的军队呢种鸦片，
然后卖鸦片啊，他特别去写了，这第一个。第二就是他有一次非常生气，就跑进来问那个中共的那个一个中阶指挥官说：“外面有日军，你们为什么不去打？”这中阶指挥官呢就不讲什么，你去问那个谁，就指他去叫他问一个比较高阶的。弗拉迪米诺夫就跑去再去问那个高阶的，那个高阶人讲说：“你别傻了。”他说：“他们才400人呢，你们有好几千人呢。”他说：“你别傻了，我当然晓得他们只有400人。我把这400人或40人歼灭之后，他来的就几万人了。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所以弗拉迪米诺非常生气，就把事情报告给这斯大林，然后斯大林为这件事情还又发了电报呢，去责怪了中共说：“你们为什么不抗日？”中共的逻辑非常清楚，我本来就是不抗日。我们不是讲说在洛川会上就讲了吗？1分抗战，2分应付，7分发展嘛。他的目的就在发展，所以这弗拉迪米诺的很明确记载。当时还一个是法国还是比利时神父叫雷震远，在中国很多省份待过，那最后在广西呢也看过很多很残忍的事情。他当时讲得很清楚，他说我看了半天呢。他说我就是没看见共军去打日军，而且就是很奇怪啊。他说他有点观察很清楚，很具体，而且很准确。你说共军说，哎，我这地方是我的这个什么，我势力范围区，这边是我的占领区，这边是我什么抗日区什么等等。那为什么日本的大军穿过你的这个区手，从来没受到伏击？那这个观察非常好。他把那地点巨细靡遗讲出来，我现在一下忘记了地点了。他巨细靡遗讲，他说哪年哪月哪日什么地方日军多少大军什么辎重穿过那里，哎，怎么没看到他有任何损失啊？最后就完整军队跑去打国军去了。那你共军为什么没有打他？这个讲得非常准确。好，再一个就我刚讲的冈村宁次的故事。冈村宁次讲说，我45万大军陪在这里，这最多只有5万人是被游击队打的，那40几万呢是被正规军打的。他讲到这件事，他还加了一句话，他说对，共军打死了一些人，但共军打死了日本兵非常少。他刚刚前面不是讲了吗？他说共军打死了大部分是中国人，而且绝大部分是中华民国国军，这是冈村宁次讲的话。那你说日军都这样讲了，你觉得共军在干什么？老师，你刚刚讲，我突然发现他也许不是灌水哦，这多出来的40多万人，搞不好是支持国民党的一些人，他可能把它当作是一起去灌在里面，借机搞不好是名为在抗日，搞不好就说你勾结日军，就一直来做这些。但我们现在看到他在做这个贪污，我们也怀疑他其实都有行贪污之名来做政敌的斗争支持，不知道。但回过头，那就大家还是会在好奇说，那他们没抗日，他们到底在忙什么？大概就做3件主要的事情。第一件事情是抢枪。你说哪里有枪可以抢？大家不要忘记了，这个满清末年的时候，不是各地方开始练新军吗？然后后来满清瓦解之后，各地不是有军阀吗？军阀上是有枪的。当这个抗战开始的时候，有些军阀不是瓦解了吗？有些军阀被北伐扫掉了吗？有些军阀瓦解了吗？有些军阀又起来了吗？军阀手上是有枪的，这第一个。第二，地方团练部队是有枪的。第三就是当时呢，因为没有那么严厉的管制，所以有些这个豪门大户呢，他可以在国外买枪械进来的，有些枪械还算相当进步啊。所以第一是抢枪，共产党非常清楚因为他们从乡下出来，所以对这情况非常清楚。所以第一是抢枪，第二是抢钱。共产党是游击队他们是不发饷的，现在当然发饷了，但他们的坏习惯还在，就抢钱。也就是哪一个军队驻扎在什么地方，那地方基本上就是他的管区，他在里面可以管钱的，可以抢钱的。现在中共的军队在大陆有些地方还是这样干，大家不要说你是吹牛，不是的。1990年前后，南海舰队直接参与走私对不对？然后当时把大量的日本车、2手车然后弄进去，然后搞到国家外汇剩下不到100亿美元，这是有账可查的。当时人民银行的行长叫陈慕华，一位女士，她为这件事情大发雷霆，然后最后才把它压下来的。所以第二件事是抢钱，再来就抢人，就征兵。你刚刚讲说，打国军是有一部分是，还有相当一部分是什么？打地方民团，打地方团练。我刚刚讲了。地方团打完之后，你愿意的就跟着我共产党走，不愿意的话我就把你杀掉，所以我要扩充我的军队。
再来抢粮食，再来是征工人，因为我有很多公司要建筑啊什么等等，那征工人这第一大块。第二大块就是建立它的中共组织，因为中共是以组织见长，建立地方建立组织，然后同时可以的话呢，我抢夺地方政权，我杀掉国民党任的官啊、县官啊或什么地方官员，然后我派我共产党官员过去。这种现象在过去越战也看到过啊，所以这第二点。第三点最重要就是攻击国军、削弱国军、削弱国民政府，用各种手段。简单说就是他们在这个当中呢，他讲得很清楚。现在是国共讲对不起日共讲三国演义，他们希望说等到国跟日打得半死的时候呢，我共呢再来捡便宜，所以他做所有的所作所为，最后就是准备内战。这我想听完，当然对于如果现在还不了解中共过往这个脉络上起家所有的思维来讲，我觉得我们永远会被骗啊！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看到最近台湾当然从蒋经国纪念园区大家讨论，那蒋经国是最了解中共的，他为什么毕生对于反共的旗帜特别来做这些说明？其实从这些脉络，我想常听我们节目或者看这个明老师来做分析了解，你应该可以知道。这个应该是不容易去改变他原来的这些本质跟特质哦，所以即便到现在，即便我们认为应该网络都这么方便了。中共还是敢厚着脸皮，还是敢这个指鹿为马，还是敢这个黑白颠倒，我们觉得不可思议啊！只能说这个我们还要再努力哦。如果这些事情您第一次听到，我们当然都欢迎您把节目可以转传给更多的还被蒙骗在其中的人，让他们了解最真实的这些资讯哦。先谈大家主观自我认同，这我们都尊重，但至少不要来剽窃，不要来窃改过往我们认为这些史实哦，我想这不是最基本，不是吗？那今天再次感谢明居正老师，谢谢，当然也感谢大家收看哦。这个在台湾的朋友，当然还有几天的假期，不过也准备要收假了，还是祝福大家在这个剩下的假期好好来把握。那当然，我们也希望在虎年开始哦，大家一切都非常的平安顺心。当然，我们都希望这个病毒尽快散去哦，让大家可以平安的过一整年。再次谢谢老师，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各位震惊最前线的好朋友们，我是主持人张宏林，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也记得打开小铃铛，掌握最新节目通知，让精彩评论不错过，更欢迎留言、转传影片。大家好，欢迎收看《震惊最前线》，无马看中国，我是主持人张宏林，再次感谢大家收看我们的节目哦。北京冬奥在2月4号已经登场了，那当然这个对于喜欢体育的朋友来讲，这当然是一个人类史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大事哦。这每4年一次的不管是我们夏季奥运、冬季奥运，都引起许多的一些关注哦。但今年的冬奥当然引起更多的一些争议跟讨论哦。不管是在场外，我们看到包含防疫包含选手的权益包含资讯安全的一些问题，哪怕到场内，包含新疆的议题、香港的议题甚至连劳动权益的部分，都引起大家许多的一些讨论跟关注哦。当然美国为首的这些西方民主国家也针对冬奥采取一些外交的抵制行动，所以大家就会看说，这个整个冬奥到底会如何的发展哦。比较特别是说，我们看到中国还警告这些选手不要在这个比赛期间在中国境内做出一些这个不当的一些言论哦，免得这个触犯了中国的法律。这个是我们过往所知道的，很少有这个主办的国家这样子来提醒选手。那一方面，中共又在斥责整个刚提到的这些外交抵制的国家说，请你们不要过度的政治化这样的一个奥运活动哦，到底怎么回事？我想值得来关注哦。另外，邓小平南巡30年哦，到底他跟习近平当初我们看到两人的在有关改革开放的部分有什么样的基调不同？我想我们今天都可以好好来了解一下。那我们开心邀请到北京之春的荣誉主编胡平老师哦，胡平老师你好。你好，张先生好。
听众观众朋友好。是我们谢谢胡平老师特别到节目当中来做一些分享跟分析第一个部分，当然我觉得奥运开始，当然引起大家许多的一些关注那我们刚一开始提到了整个外交的这些抵制的过程当中从一开始在赛前包含在赛中，甚至大家有人在讲说，包含赛后会不会都有一些持续的因为这个议题延烧而做的一些角力大家就很好奇说，美国在这一次带起这个所谓的北京奥运的外交抵制那到底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些影响？那以中国这么爱面子的状况之下，这个从过去甚至我们在预想在未来的部分可能会做哪些的反制我们请教一下胡老师，您怎么看呢？这次北京冬奥，我知道大家知道是以美国为首发起的这个外交抵制那么除了美国，还有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丹麦和立陶宛这几个国家是正式宣布对北京冬奥外交抵制。还有一些国家呢，他们也表示不派出官方的代表团出席比如日本，他们也宣布不派官方代表团。他们没有直接说外交抵制，但是当问到情况的时候，他们特地谈到了中国的人权的问题。所以实际上隐含了同样的意思那我们知道呢，在奥运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抵制是发生在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因为当时苏联侵占阿富汗，以美国为首的国家呢就呼吁对莫斯科奥运会进行抵制，当时有60多个国家参与了抵制。那一次抵制呢，它是个全面的抵制，不单是不派出官方代表团出席，而且运动员也不出席那么到4年之后，1984年美国洛杉矶的奥运会，那苏联呢也如法炮制，也对洛杉矶奥运会进行了全面抵制，有10来个国家共同参与。不过自那次2次全面抵制之后呢，各方检讨利弊得失，就认为呢，不派运动员出席这种做法不太好，因为运动员的运动生命，他的运动的巅峰期很短，而奥运会呢4年才一次，那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你错过了一次，你可能就永远错过了。所以运动员不出席呢，那对运动员来说损失太大，所以以后就采取的就是抵制，那变成外交抵制，运动员出席，但是呢政府不派代表团去。那么就比如上次2014年俄国索契举行的冬奥会，美国呀、德国呀、法国这些就都没有派这个官方代表团出席那么这次这个美国发起的对北京冬奥的外交抵制，它的规模呢，实际上已经超出了上一次2014年对俄国索契冬运会的这个抵制那么对这个问题，北京方面当然也做了很多的反应但是他北京的反应呢显得比较滑稽，就是他前言不搭后语，比如他就说这是把体育运动这个政治化违反了奥林匹克的精神可是我们知道这个奥林匹克的宪章其实也明确的有人权方面的承诺，他们坚持是在体育活动在政治上中立，但是要承诺这个遵守人权的原则所以它并不存在一个把奥运会政治化的问题。那尤其是你说奥运会政治化，这个把抵制称之为把奥运会政治化，把体育活动政治化，违反奥林匹克精神，这一类的批评出自中国政府之口，就显得格外滑稽。因为正是中国政府在1980年也参加了美国发起的对莫斯科奥运会的抵制那当时中共官媒还发表文章专门驳斥抵制奥运会并不是把体育活动政治化，并不违反奥林匹克精神，还特别提到了1936年那个柏林奥运会，当时人们世界各国没有效的抵制，就助长了纳粹德国的气焰引以为戒。所以你说你现在你当年都对于抵制奥运会它的意义说得很清楚嘛，怎么你现在又翻过来又说另外一套话了呢？
另外呢，当然他也这个中国政府也强调一点呢，就是说你这个实际上这个奥运会，你们抵制，你们不派外交人员这个官员来根本无所谓啊，对奥运会没有人会在意，所以对奥运会没有任何影响啊。可是与此同时，几乎就在同一次发言中，那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又说对美国这种抵制提出抗议，而且甚至扬言要进行反制。你要是不在意，那你抗议什么呀？那你反制什么呢？那显然你一定是在意，一定是知道是个事情，你才会去抗议嘛，你才会去反制嘛。事实上这一点呢，中国政府自己也很清楚。就在2014年那次一些西方国家抵制俄国索契冬奥会的时候呢，新华社专门发表文章就讲说这个各国元首、外国元首参加一些国际盛会的开幕式，这是个惯例是一种惯例。但是呢，这个他们参不参加、出不出席，常常会释放出一种政治信号那简而言之像这种活动，如果你的外国元首某个外国元首他不来参加，那意思就很简单，就是不捧场。所以这是新华社文章自己说的，所以他很明白这个外交抵制的意义何在，就是不捧你的场嘛。而且这里呢，就传递出一种信号：我为什么不捧你的场那总是你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很严重的问题，它实际上是传递这么一个信号。你看这次你不管各方面的反应，大家都很清楚，他已经很清楚地传达出民主国家对中国政府压制人权方面这种做法的批评和反对的态度这个信号已经非常清楚地传达给全世界，包括传达了给了中国大陆的老百姓。你看大陆老百姓他自然会关心呢，这个开幕式怎么没见这些重要的西方国家元首出席呢？你看2008年的奥运会，那不是那时候小布什不是也出席了吗？那时候世界各国的领袖几乎全部出席，怎么这次那些重要国家领袖来的这么少呢？那自然会提出这个问题。那一打听，原来是人家是因为批评中国政府的在人权问题上的做法，那么它自然会引起大家对这个问题的思考，等等等等所以这种抵制它的效用，那是毫无疑问的另外，你确实它并不禁止运动员出席，这也是为了运动员的自身的利益。你看别的不说嘛，就连俄国，由于俄国存在着制度性的这个偷服禁药的问题，所以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会对俄国进行制裁，就是禁止他们参加奥运会。但是呢，这里所谓的禁止呢，也就是禁止你俄国的运动员以俄国国家队的名义参加，你以个人名义还是可以参加的。你像去年东京奥运会，那俄国的运动员就是以个人身份参加的。那么今年这个北京冬奥会，因为还在禁止期间，所以俄国的代表队、俄国的运动员呢，依然是以个人身份来的。那就是说，开幕式的时候呢，你不能打自己的国旗，你的运动员赢得了奖牌，站在领奖台上，不会奏你的国歌，不会升你的国旗，等等等等，那就是这么一个情况，那么这次你看，那么你从这个他这个中国政府这种反应，他和自己原来的态度、原来的表现，形成很尖锐的这个对比，可见他言不由衷那么至于他下来他到底要进行什么样的反制，这个一时我想他还找不出什么，他大概只能说说而已。你怎么反制呢？那无非就是你下一次人家举行什么奥运会，那你政府官员你不去，无非就如此而已。但是你要这么做，你也得找出个理由啊，你为什么不去呀？那这次这些民主国家不来，就说你的人权问题，而这个问题确实是你的一个问题你尽管自己可以否认，但是这个大家都看得很清楚。那反过来，如果别人搞个奥运会，你不去，那你总得有个说法呀，你能有个什么说法呢？所以这个事情，你看他们我觉得在这个方面的这个中国政府的这个态度呢，还比不上俄国政府。俄国政府包括原来的苏联政府，他们遭受过好几次抵制了，他们对抵制也当然表示相当的不满那除了在1984年搞了一次反击之外，以后就没有太多的这种事情。那他表示，
那才表示我并不在意嘛啊，所以我就没有反制。你不反制才能表示你不在意这件事儿。你要搞反制本身就表明你很在意这件事儿。另外，你反制总要师出有名啊。那么在这种类似的同等性质的这个国际盛会上，你以什么理由拒绝参加？你总得给自己找个说法啊。那他其实也要相当的困难。所以我觉得呢，他更大的可能性呢，也就是说说而已啊。以免得显出自己在国际社会中的这种尴尬和窘迫，我想这是他能够做到的，别的他就其实真是做不到。是，刚刚胡平老师大家也很清楚的在谈到这些反制过去当然每次中国在大内宣当说泱泱大国啊，这个气度很大，但我们就来看看这个事后像老师所说的，会不会再报一些老鼠冤做什么样的动作？真的，如果你不在意，甚至很自信的认为不来是你的损失那你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显然，除非戳到你的痛处另外一个部分是每次的这个奥运比赛，大家当然每个国家站在自己国家的荣誉感，都很在意自己的选手的表现的程度。当然，大家会以金牌数啦，金牌总体就是奖牌的整体的这个得奖数来作为一个自己国家是不是一个体育强国是不是个体育大国来作为重要的一些引证那比较特别是美国之音后来当然有一点挑战这个部分，他会提到说基本上这个所谓的金牌的大国，它不一定等号成体育的强国。这部分是不是也可以请教一下胡平老师，您怎么看待这个议题呢？是的，从过去这20-30年来，或者30-40年来，中国在这个奥运会上，在获得金牌上是颇有斩获。比如2008年奥运会，它居然成了金牌第一。那么这以后呢，在历次奥运会上呢，当然除了冬奥会，因为冬季奥运会的那些项目不是中国的强项，而在夏季奥运会上呢，那很多项目中国还是这个比较领先的。那自2008年之后，这几次历届的奥运会，中国的获得的奖牌数、金牌数都在前3名。但是，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呢，中国已经是个金牌大国。但是，就像你刚才提到的这个问题一样，很多朋友谈到了，你中国既然你人口有14亿之多那么你要算金牌，你有的国家那人口那么少，你去互相比较金牌数，这就好比各个国家的这个 GDP 多少，那你要看看人均 GDP 才能说明你的富裕程度嘛因此当然是应该这么算。按照这么算起来呢，那中国确实甚至还算不上金牌大国，因为以它的那么庞大的人口基数，你获得的金牌数还远远不够相称。但这是其一。那另外一方面呢，就以现在金牌大国为例它也只是一个方面。中国已经是金牌大国，但不是体育大国，因为一个国家能得多少金牌，跟这个国家的体育活动是不是开展的深入广泛民众有多少参与，这个是完全是2个不同的指标而这个问题呢，尤其是对于像共产国家因为共产国家有个特点呢，它有所谓举国体制邓小平的话就是集中力量办大事，他想办的一件事儿，他就可以集中人力财力全力以赴把这件事儿使他在取得一种突出的成就而一个自由民主国家呢，他不可能这么做你比如在中国，那就很明显中国这个之所以是个金牌大国，那就是因为中国早就建立了一个非常庞大的培养体育尖子的金字塔系统。在这个金字塔系统的顶端就是国家代表队，下面是省代表队，在它最底端那就是遍布全国的那些各个城市的这个大大小小的青少年业余体育学校、青少年业余体育训练班。那么这种训练和选拔呢，是从小学生就开始，甚至从幼儿园就开始那么他们这些被选上的小孩呢，那是在职业运动员的辅导下，每天花大量的时间
从事大运动量的这种训练。整个国家很有限的体育资源是充分供他们使用，而且他们不用为训练交1分钱，相反，他们还能从训练中得到一定的收入。你就看那去年东京奥运会，大家都知道，中国有个跳水的小女孩啊，全红婵，那个引起大家很大的注意。那10来岁小孩那其实她从几岁的时候就开始就被拿去训练去了，所以现在都10好几岁了，他一回答记者的问题，就发现他的知识非常少，因为他整个少年时代都在全力以赴的训练，文化知识方面这方面的学习远远的落在后面，而且他那么小就成了国家队，他不但训练不用花钱，而且还能挣工资，还能养活自己，甚至还能给家里补贴，这种情况。在别的国家他根本就做不到嘛，别的国家你要搞训练，你都得自己掏腰包啊。除了极少数那种有特别强的观赏性，因此有商业价值的，有些它可以就是组织一些机构啊，去培养一些人，花一定的时间。但绝大部分运动你都要你参加者自己掏腰包，自己训练，也要自己承担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比如说，你训练的，因为你这个体育运动这种事情，你要为了健身那是一回事，你要为了得奖牌，你要为了登上奥运会的讲台，那是极小的概率1万个人里头冒不出来1个人。因此呢，你让一个孩子在这方面做投资，有极大的风险。所以一般的家长他不会让自己孩子这么干第一，你要花那么多钱，而且他将来又未必成得了器到头他要把学习文化别的给耽误了，那算谁的呢？所以他别的国家不可能嘛那只有中国他可以用国家的钱让这些人全力以赴的从小就训练，那他是很严格的淘汰，非常因为能够成功的人太少嘛因为在这方面我是有很多很实际的经验，因为在1976年10月到1978年10月这2年间，我正好在成都就四川成都的游泳场，他们的青少年业余体育学校，给他们当过代理的文化教员，给他们补文化课，那就是几十个小孩，从小学3年级的，也就10岁。一直到18岁，高中毕业班的，他们整天吃喝住都在游泳场，专门给他们修的有宿舍楼，早晨起来就到游泳池去训练。因为那个时候，那中国的游泳设施是非常少的，但是对他们是充分开放。早晨起来就去训练，然后吃了饭，然后上午就到附近的中小学上学，上了学之后中午回来吃饭休息一下，就又训练，然后呢补一点文化课。那这个时候就叫我去给他们补课，你缺什么补什么，到头来呢，你继续训练，晚上吃了晚饭后呢也要训练，然后有一段时间的晚自习，这个我去辅导，那么他们吃的伙食那是相当的好，在当年非常好，所以我作为一个代理文化教员，我都跟着沾光，那个他们都是自己不花钱的呀，包括你的衣服各种设备都是这个国家给你买的当时那个时候呢，因为这还是文革刚刚结束嘛，因为那个时候还在搞什么中学生毕业了要上山下乡，那很多家长呢怕孩子上山下乡，就想孩子有一技之长，那么就希望在体育上呢能有成就，这样子呢他们毕业了就不用上山下乡了，因为除了进专业运动队之外呢，还可能被一些大的工厂啊、大的国营企业啊被他们吸收进去啊，去活跃那里的工会的活动啊等等所以都是送了这么人。等到后来又恢复了高考了，又各方面中国的又有经济改革了，那一般城里的小孩就很少愿意去这个业余体育学校训练了。城里的家长，人家家长家境好一点的就不太愿意送了，因为这个风险太大，成功率那么低。所以你看，像全红婵现在送进去的体操的、游泳那些小孩，从小去都是很贫困的农村从那儿送去的你这种情况，你在别的国家怎么可能呢
而你别的国家和中国的运动员比赛很不公平啊，人家别的国家都是业余的运动员，你是专业的运动员，你是职业的运动员，你职业对人家业余，那你当然占上手了啊。所以这种情况，它是中国是这么一种制度造成的啊。那特别是在2008年北京那个夏季奥运会得了金牌第1，那大家也知道中国搞的这套举国体制很多批评，但是也有一些人羡慕。你看那时候日本就有个民意调查，那很多日本人就说，半数以上的日本人就说，那我们也要学中国，我们也愿意看到我们的太阳旗在奥运会上一次又一次的升起。但是又问，那你愿不愿意多交税去支持负担搞这个举国体制呢？那大家都不干了，这不上算，这不行啊！而你中国问题现在是，你那么多的人口，你的群众性的体育活动，相比那些发达国家还差得非常远，你的体育设施还非常少，你都给了这些运动尖子了，而使得这样子，你做什么都有代价的。你花了那么大的力气，集中力量办大事，培养这些尖子，那必然就意味着让普通人的体育活动，普通人使用体育资源受到了极大的伤害、极大的损害。你看，别的说吧，你拿日本比，日本那么地狭人稠，但是日本人所拥有的体育活动的场地要比中国大10几20倍。你就可以去，那不像你像美国、像澳大利亚、像很多西方国家，那是金牌大国，但他首先他们是体育大国，他们之所以是金牌大国，是因为他们是体育大国，是水涨船高啊。你像就拿游泳这些项目来说嘛，那我们知道在美国、在澳大利亚那私人游泳池那多得不得了，那公共游泳池那也好几10万那在这种情况参加活动人那么多，那当然水涨船高。其中冒尖的人自然也就会很多而你中国呢，之所以能得到那么多项目的金牌呢，它绝不是这些活动，除了有些活动像乒乓球，那中国确实很普及，所以在这个项目上，中国人拿金牌，这是那是很地道，绝对没问题。但是很多别的项目，甚至有些很冷门的项目，那中国人听都没听说过的，没人玩过的，只因为奥运会有这个项目那么中国政府就会为这个项目专门做一些这个修建一些场所，专门找一些人从小就是干这件事儿那么这么一来呢，就为了因为那些项目很冷门一般参与的人都很少，那么你有一些人专门做这件事儿，你就很容易在这个上面去赢得金牌。他就采取的这种策略呀。换言之，中国的金牌大国，第一，以中国的庞大的人口基数相比，那么它大到什么程度？这个确实还是可以打个问号的。第二，你的金牌大国不是建立在体育大国的基础上，相反，你是以牺牲大多数人、牺牲普通民众的参与体育活动的这种机会和资源为代价，为了这个面子，赢得面子而失去里子的做法。所以这个当然是。在对于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首先从价值观上，他们就不会采纳这种做法。更何况这些自由民主国家，他也没有那个本钱，因为他没有那个资源他不可能做这么一种安排。那么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呢，我觉得中国他实在没有理由夸耀他在奥运会的这些成就。他真正应该做的是尽量的让中国的这个体育活动进一步的普及化、大众化使中国首先成为一个真正的体育大国。我想这比多得几个金牌要重要的多。是，我想我非常同意胡平老师所说的这个部分不是在唱衰了。我想体育本来这种赛事就会凝聚每个国家自己国民之间的对国家的认同、荣誉感，没有什么问题。但我们在谈到是说那是你的走向了，所以我想这一值得我们好好来关注另外一开始我也提到了这个邓小平南巡刚好在今年也是30年当初邓小平整个改革基建的一些发展定位之后，当然
他南巡，包含到深圳、珠海、广州、上海等地。比较特别是他在中间有人截录一段名言，就是谁不改革谁就下台啊，借此来对于所谓的中国未来的重要的一个发展基调啊，来做出一个定位哦。但有人就好奇，拿现在习近平跟邓小平的改革的部分来做对比，说是吗？现在他们两个人基调还一样吗？那邓小平当初说谁不改革谁就下台，这个话还准吗？到底习近平还在走邓小平的路吗？这部分是不是也可以请教一下胡平老师？今年是邓小平92年南巡讲话30周年。那我们首先注意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中共官方，包括官方的媒体，这么一个重要的时日，并没有大张旗鼓的纪念。这个照理讲是说不过去的，因为所谓邓小平92南巡在中国的改革史上，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过去10年、20年的时候，中共当局都有所比较有大规模的纪念的，而今年唯独今年30年，按理说是该大大的纪念一番的，他没有任何纪念活动。这本身就表明了现在习近平当局的他们的一个立场啊。这当然不是说他要完全否定你邓小平的92南巡，但至少第一表明他要降低你邓小平92年南巡的这个地位，降低你的意义，他要整个降低这个所谓邓小平开启的改革开放这个时代的意义。他要强调的是，现在是新时代，现在是以习近平为代表的新时代了，已经超越你这个邓小平这个时代了。所以他凡是对当年那个时代的一些象征性的日期、象征性的一些符号、一些代表性的话语，他都尽量的淡化，这一点我们就已经看得很清楚。那么当然，关于这个邓小平92南巡这件事情本身呢，其实有好几个问题是很值得我们深入了解的。比如像你刚才谈到的，邓小平92南巡的时候讲过一句狠话，谁不改革谁就下台。你说这话，这个口气很大，可是那个时候邓小平是什么呢？那个时候邓小平什么都不是，他没有任何职务了。那89年的时候呢，他还担着一个中共军委主席的职务，后来呢把军委主席也辞掉了。在92南巡的时候，邓小平的身份就是一个普通的中共党员，没有任何官职。那你怎么那么大口气，谁不改革谁下台？而当时的3合1，那就是江泽民，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国家军委主席，那权力第1号人物那就是江泽民而这句话谁都知道，那就是暗指江泽民，这本身就很奇怪了。你一个普通党员，什么职务都没有，你怎么敢对这个3位一体的江泽民说这么大的口气的话呢？这个当然就说明了，在当年的中国，这个权力它的名和实是高度脱节的占有名位的人并没有那么大的实权，而拥有那么大实权的人呢，他并没有占任何名位。这当然和邓小平当年他的革命的资历，包括他在改革开放中起的作用，包括64所造成的结果是分不开的。也就是他全凭他的人脉，你就是那些人听他的，不听你江泽民的。虽然你什么都不是了，还是听你的。那么92年还有一个细节，这个细节呢是中国官媒官方报道从来不报道的，包括邓小平年谱也从来不提的。那就是什么呢？就是在南巡期间，邓小平出席了一个在珠海举行的会议，珠海会议。那次会议的主题是讨论什么军事规划，由当时的也是政治局常委就乔石主持参加的人呢，除了邓小平，还有当时的国家主席兼军委副主席杨尚昆，还有另外一个军委副主席刘华清，另外还有杨尚昆的弟弟当时的军委这个总政治部主任和军委秘书长杨白冰等等几个军界人物。这个会本来是讨论军事规划的问题，而且这个会跟你邓小平毫无关系，结果他跑去参加了。
他不但跑去参加讲话，他就说我们现在有些人看起来在做事，其实什么事都没做啊。然后说谁不改革谁就下台啊。你看这个会看见按照共产党的规矩，这是很荒唐的。你什么官都不是，你怎么跑去参加这么一个会？另外，你们几个开一个会，居然不报告江泽民都不知道啊！你们几个开会居然可以商量讨论，是不是要把最高领导人给换下来？那按共产党的标准，你就是搞团团伙伙嘛，你就是搞非组织活动嘛，你就是搞篡党夺权嘛。按照共产党的规矩，你每一条都犯了。哎，可是那个时候呢，就是因为邓小平实际上凭了他的人脉，凭了他的这个党的那种军队的那种威望，他拥有的权力要远远大过你江泽民。所以当时江泽民不但不敢兴师问罪，反而还派人专门悄悄打听，这个会到底说些什么了？以后赶快用各种方法去讨好邓小平，去向邓小平靠拢发表了一些讲话。最后呢，终于被邓小平认可，所以这个江泽民的位置才算肯定了巩固了下来。在此之前呢，江泽民都是手鼠两端，他也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搞因为他也一方面是他的位置固然是和邓小平的认可分不开，也和陈云呐、李先念呐这么一些保守派的元老的推荐分不开那么他不知道将就谁的好开始就比较机会主义那后来一看大势还是在邓小平这一边那么他就变成了就站到邓小平这边来了，这是珠海会议这么一件事情，那么另外，所以邓小平正是那种情况，他才可以说的那么霸气的话谁不改革谁下台。一个普通党员，他居然可以说这种话，而这种话居然就起作用，那这是其一了。另外一个呢，就是邓小平92南巡，你到底讲的是什么？其实这里谁不改革谁就下台这句话，还并不是最关键的一句话它最关键的一句话是什么呢？那就是不问姓社姓资，这才是最关键的一句话。因为中国的经济改革，我们知道，从毛泽东死了之后中国开始经济改革，从安徽的小岗村的农民他们私自搞包产到户开始，那就是很明显，中国的经济改革从一开始就是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作为它的方向，或者简单说就是复辟资本主义或者简单用共产党一些官员的话说呢，就是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就是搞回去但是呢，你共产党你又打着社会主义的招牌那么这么一来呢，很多保守派就不满意，他们就觉得你经济改革搞错了，你怎么搞成资本主义了呢？怎么能搞资本主义呢？在邓小平92南巡之前，保守派他们的思想重镇求是杂志发表文章就这么说的嘛，就说他那个保守派当时不是反对改革开放这个口号本身，他们强调呢是有2种不同的改革开放观，关键是要问姓社还是姓资，是有2种的，是你是搞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呢，还是搞资本主义的改革开放？我们一定要问你这个是搞的东西是姓社还是姓资？而邓小平呢回答的就是这个问题，我们不问姓社姓资那么这种话对共产党来说，它是石破天惊，因为共产党就是搞消灭资本主义、搞社会主义起家的。如果你共产党专制的理由，唯一理由就是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在共产党那边，你看毛时代就看得很清楚嘛，文化革命搞得那么凶，他干什么呢？就是为了防止国家变修嘛，就是为了防止国家走资本主义道路嘛。那时候给一个干部扣的最大帽子，就说你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嘛。如果你现在你都要共产党要真正要走资本主义了，复辟资本主义了，那你凭什么还叫共产党那你凭什么还在这搞专制他就都没有理由了嘛。所以当时保守派反对不问姓社姓资，坚持要问姓社姓资。他们一方面倒不主要还不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因为经济上大家都看得很清楚，你那套社会主义就是不灵光嘛，你就是搞不过人家资本主义嘛但是他们担心的就是，如果我们改来改去，我们连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我们都不区分了，我们都要
搞资本主义了，那等于我们自己釜底抽薪，把我们革命全否定了。我们几十年革命不是全白搞了吗？不是全搞错了吗？那我们俩在这个位置上不是毫无道理了吗？那苏联东欧那共产党转型就是这么转的呀。他们觉得我们在经济上要学资本主义，我们政治上还有什么理由搞什么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专政？没有理由了嘛。所以他担心是这一点。那本来呢，在这个之前呢，所以在共产党那儿呢，这个性社性资还是个禁忌啊。虽然实际上搞了很多资本主义东西呢，但是还不敢大明大放的说我们就是不管性社性资。换言之，我们就是要搞资本主义，他不敢，原来还不敢这么讲。那经过6·4啊，那么因为党内的自由派也好啊，社会上的民主力量也好啊，遭到了这个沉重的打击。那么这个时候，邓小平发现这我们不在乎了。原来我们不敢在经济改革上走得太远，不敢明目张胆地搞资本主义，就怕别人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啊，你都在搞资本主义，你凭什么还叫共产党？你凭什么还搞专制？我们就怕别人这么说嘛。现在我们人都杀了，没人敢反对我们了，那反而我们不用顾忌了，我们就搞资本主义，怎么着？对不对？既然搞资本主义对大家有好处，那何乐而不为？所以他的不问性社性资是在这个背景下说出来的。所以自那个之后呢，中国的经济改革的步子就迈得更大了。以前还羞羞答答、遮遮掩掩，因为他总得糊上那层社会主义那个外衣嘛，他不能不要那层纸嘛。他不要那层纸，他自己说不过去了吧？他现在也不在乎了。所以92南巡之后呢，中国在经济改革方面，就走得更远，就引用大量的引进和复辟资本主义，以至于到了后来江泽民，那干脆就都3个代表了，资本家都可以入党了。那其实不是说资本家可以入党，事实上是那时候很多共产党他自己都已经成了资本家了，已经成了资本家，他无非是这个确认啊。那么当然，在那种情况下的经济改革，私有化不可，在这个当局坚持高压，在6·4这个基础上，你搞的私有化不可避免的，当然就成了权贵私有化，成了当官的他们自己私有化，他们借改革之机把国有资产据为己有，就成了这么一件事情。另外呢，和它相关联呢，就是大量的腐败啊，就是整体性的腐败。在那个时候呢，就是通过腐败这种方式，才使得官员都变成了改革派，因为官员发现他们都可以借改革之机化公为私，据为己有，那干嘛不改呢？那个个就没有保守派了，这经验全都成改革派了啊！而靠这种办法呢，他居然一时之间就取得很强的效果，很强的效果。那经济确实马上就上去了啊！那么这么后来这20-30年，中国经济的发展飞速的进步，再加入了全球化，加入了 WTO， 这个靠吸引外资，这个外来的技术，那么如虎添翼等等等等，就造成了中国这20-30年的经济的高速发展啊。那么到了今天，这个习近平那么他显然他对改革开放是有不同的态度。这他是不愿意多讲改革开放的这么一个原因，他不愿意去大张旗鼓的纪念所谓这个邓小平南巡讲话的一个重要的考虑。那么第一嘛，他就当然以打击贪污腐败为由，清除异己。那过去既然造成了普遍性的腐败，那么现在你要拿腐败这个棍子打人，那就是百发百中，想整谁整谁，都绝对不会有冤的，因为大家都腐败嘛。所以这个讲来是就是万无一失，就呈现就非常容易啊。另外，他借此呢就强化了个人的权利。另一方面呢，他也出于这个对于你这个市场经济、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对外开放，毕竟造成了一些具有一定的相对的一些独立性的这么一些民间社会，包括这些私人企业家这么一些势力。那对此呢，那作为一个独裁者啊，习近平是极其不满，所以就以种种理由就是加以整顿，实际上就加以打压。这是过去这1年的我们看的尤其明显嘛。他目的就是这个东西，在这些方面呢，他都表现出和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的那套路线呢是有所背离。当然，我刚才也谈到了邓小平改革开放论本身就有很大的问题，但是呢，习近平的做法呢，他不是纠正了邓氏改革开放的那些错误，
他倒是把邓氏改革开放的一些正面的东西去加以否定，所以他的情况就不但不比原来邓氏的改革开放好，相反在很多方面呢表现的比那个还要坏，还要更糟糕，这才是我们值得我们这个特别警惕的一个问题。是，我想今天胡平老师带来这2个议题的一个讨论，可以让大家针对不管是现在在举办的冬奥北京冬奥，或者我们这个邓小平南巡30年所产生跟现在整个中国整个不管经济或者它的政治制度的这些矛盾的部分，可以让大家更为了解跟清楚。当然许多人已经开始要这个上班了，台湾当然因为这个补了一个假之后，我们的连假一直到下周一才开始但不管怎样，大家准备好心情准备开始在虎年里面好好的一些工作。我们当然也祝福大家一样新年快乐。如果对我们节目喜欢的话，也希望大家给我们多一点的支持，帮我们按赞、点阅、转传、分享。那再次感谢胡平老师，也谢谢大家的收看。谢谢张先生。反正现在正是新春佳节。我们刚送走牛年，又迎来虎年，也借此机会呢，给大家拜年，祝大家虎年大吉，新春快乐，万事如意，谢谢，谢谢老师。